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学习蛋白质分离纯化的基本技术。蛋白质是生命功能的体现者，蛋白质的分离纯化是蛋白质功能研究的基础，也是蛋白质产品在实践中应用的重要前提。在学习蛋白质分离纯化技术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蛋白质纯化需要前期准备的工作，其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应确立纯化的目标，比如纯化蛋白质的需求量，以及满足下游应用的纯度等。对于纯化蛋白质的需求量，因目标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如果用于蛋白质的质谱分析，1个 pmol 的蛋白质即可，即50开дей的蛋白质仅需要50纳克。如果用于蛋白质的结晶等工作，则需要毫克级以上的蛋白质。纯化之前需要准备的第2个工作是获取目标蛋白质的基本信息，可通过查阅文献、生物信息学分析、预实验等途径获得目标蛋白质的分子的等电点、分子量、稳定性等基本信息。在可能情况下，尽可能获取样品中非目标蛋白的复杂程度以及基本信息，以便在纯化中高效去除。第3个需要准备的工作是建立纯化过程中的监测方法，其中包括蛋白质活性检测的基本方法、蛋白质含量测定的基本方法、样品体积测定的方法等，以便在纯化过程中通过纯化倍数、回收率等参数对蛋白质纯化的步骤进行评价。另外，应牢记蛋白质纯化的3个基本规则，它们分别是：纯化往往需要多个步骤，尽量选择满足纯度需求的最少纯化步骤。蛋白质的性质差异是分离的基础。蛋白质的理化性质差异是蛋白质分离纯化体系建立的基础。目标蛋白质与需要去除的杂蛋白在溶解度、分子量大小、等电点、特异的结合活性、疏水性及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均可用于蛋白质的分离纯化。下面主要介绍以分子量大小差异、电荷差异和特异性的结合差异为基础的层析技术。层析技术是生物化学研究的核心基础性技术之一。简言之，层析是根据待分离的物质在固定相和流动相之间分配的差异进行分离。不同的层析技术固定相不同，导致待分离的物质在固定相和流动相之间产生分配差异的原因有所不同。蛋白质的分离纯化常采用柱层析的形式，即层析所需要的固定相填充在一根垂直的层析柱中。柱层析的操作主要包括装柱、平衡、上样、洗脱、分布收集以及柱再生与保存等步骤。下面我们学习根据分子量大小差异分离的层析技术——凝胶过滤层析，其英文名称为 Gel 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 缩写符号为 GFC。 凝胶过滤层析以具有一定孔径范围、惰性的多孔凝胶颗粒为固定相。经典的凝胶过滤介质有以葡聚糖为化学基础的 Cephadex 系列凝胶，以及以琼脂糖为物质基础的 CephaloCl6b 或 4b 凝胶。凝胶过滤层析按照分子量大小的差异进行分离，可用于生物大分子的纯化、分子量测定、拖延等工作。下面我们根据凝胶过滤层析分离的过程，理解其内在的原理。当不同分子量的蛋白质上样于凝胶过滤柱床的顶部，比凝胶颗粒孔径大的分子不能进入到凝胶颗粒内部，只能在凝胶颗粒的外部空间随洗脱液向下移动，其流出柱床经历的路径短，先被洗脱，而分子量小的蛋白质或者小分子物质
可以进入到凝胶颗粒的内部，经历了路径长，所以后被许脱，从而实现了分子量大小差异蛋白质的分离。凝胶过滤层析具有特定体积、较高浓度上样，许多后对样品存在稀释效应等基本规律。同学们，这节我们主要讲了蛋白质分离纯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根据分子量大小分离纯化的基本方法——凝胶过滤层析。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